欢迎来到梦幻厨房，在我家，我是月玲 Vivian。今儿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超级适合夏天又可以吃到满满蔬菜的马铃薯沙拉。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所有的材料配方跟文字食谱的连结我都放在资讯栏里面了，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或是直接荧幕截图笔记都可以，看自己觉得哪一种方式最方便哦。首先我们先把小黄瓜切丁，加入糖1大匙，盐半小匙。要抓拌腌制前呢，先把双手消毒干净。把小黄瓜丁跟盐糖拌匀，这个步骤呢是脱去生涩味哦，而且会让小黄瓜丁保有更脆口的口感。静置腌制大约15分钟。马铃薯洗净，带皮切大块。红萝卜要不要削皮就看自己，如果买的是有机红萝卜，可以不用去皮，皮的养分非常的高哦。红萝卜一样切成大块状。有煮饭用的电子锅呢，就直接用电子锅来蒸。把马铃薯、红萝卜块放入，加入盖过一半的清水，直接用蒸饭功能或是万能炖的功能。没有电子锅的呢，也可以用一般水蒸的方式。把马铃薯块跟红萝卜块放入蒸锅的蒸笼当中，底部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放上蒸笼，大滚后关中火蒸约20分钟。中途呢，再加入洗干净的鸡蛋一起蒸。刚好买到一个小道具，蛮有趣的，这个是蛋壳打洞器，蛋壳的底部打一个洞，可以让蛋壳更好剥，也可以让蛋蒸煮的过程不容易爆浆。我试了几次哦，效果还真的不错。我们在剩下的7、8分钟再加入洗干净打洞的鸡蛋，这样子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反正整个过程大概就蒸足20分钟，食材蒸软蒸透就可以。刚才腌制静置15分钟的小黄瓜丁呢，产生了不少的涩水哦，这个全部都不用哦，直接倒掉。稍微拧干过滤掉多余的涩水。其实光是单吃了这样的小黄瓜就已经很好吃了。我们就把沥干水分的小黄瓜丁呢放入调理盆当中。火腿片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切丁，看是要自制还是市售都可以。记得要找可以直接食用的等级，如果买到的是非公即食的呢，就要把这个火腿片穿烫一下。切丁好的火腿呢，一样放入调理盆当中。准备要来剥蛋壳了。打过洞的鸡蛋呢，轻轻松松就可以剥去蛋壳，而且鸡蛋的完整性超级好。怕有碎蛋壳的残留呢，可以冲一下冷开水。马铃薯跟红萝卜呢，蒸到整个已经透软了，然后轻轻松松呢就可以剥去马铃薯的薄皮。想要直接削皮直接蒸的朋友也是可以啦，反正就看自己想要用哪一种方式咯。马铃薯呢，直接压扁成泥。当然，想要慢慢的切小丁也不是不可以。红萝卜想要直接压成泥也是可以，不过我自己觉得切成小丁状，视觉效果比较好。
鸡蛋的部分呢，我们分成蛋白跟蛋黄来处理。蛋白呢就切成小丁状，蛋黄直接压碎。接着我们来自制沙拉酱的部分，今天用的是豆浆沙拉，详细的细节食谱可以参考豆浆沙拉的影片。今天的豆浆呢是我用豆浆机自制的豆浆哦，还带着少量的细渣，一样可以做出口感非常细致的豆浆沙拉酱。先把除了油以外的食材混拌均匀。我今天使用的是冷压初榨的酪梨油哦，更健康，然后带着黄绿色，所以等一下的成品呢会是带着黄绿色的沙拉酱。然后记得油一定要分次的下，分次乳化才会成功。这个部分呢是用小的食物调理机来示范，也可以用手持式搅拌机哦，就像我美而美沙拉酱那一片。要成功呢，油一定要分次下，然后记得用具不能沾到水，乳化时的温度呢也不能过低或过高。注意一些重点的小撇步哦，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成功打出完美的沙拉酱。这个黄带绿的颜色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酪梨油的颜色。记得不要使用味道太重的油脂哦。利用手持式搅拌棒来制作呢，大概是最快速的方式哦，约10秒钟就可以完成。重点就是油在上方，然后慢慢的往上拉。10秒钟完成的沙拉酱真的超级快。有手持式搅拌棒的朋友呢，建议用这个方式来乳化，真的又快又好。重点1，不要沾到水，不要有洗洁剂的残留。重点2，温度不要过低或过高。注意以上这几点，保证可以做出完美又成功的沙拉酱。冰箱冷藏不沾到水，可以保存7到10天。把打好的沙拉酱呢，取适量，加入刚刚处理好的食材当中，接着把它们搅拌均匀。至于要拌入多少量的沙拉酱啊，我觉得这部分很主观。像我家里呢，比较喜欢湿润一点啊，比较多一点的沙拉酱，所以我会在过程中不断的微调增添哦。超好吃的马铃薯综合沙拉就完成咯。我们来做个马铃薯沙拉三明治。自己做的想加多少料就加多少料，自己做的就是不计成本。Open up the window, I'm breathing in the last of September. I can feel the wind blow, and the late summer sky is like a giant ember. 其实光是单吃呢就非常的好吃了，我可以一餐不吃饭，直接吃这个综合的马铃薯沙拉，超有满足感。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喽！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Since I was a little child, every year for as long